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4季前情提要。威尔斯众人将巴士12人之一缩小人朗宁抓进了铁山监狱，和早前入狱的肯迪贝基等人关押在了一起。白瑞为了还给父亲的老友戴夫一个清白，不远万里把他送到了中国。这一举动被典狱长的针孔摄像头拍下，白瑞也被关进了特制监狱。典狱长联络了买家艾米奈特，在闪电侠面前，其他的转化人根本没有牌面。艾米奈特准备近期就把他们卖到黑市。塞西尔在争取法院的重审，可他们有段时间联系不上白瑞了。来到监狱后，典狱长声称白瑞打架被关了禁闭，塞西尔瞬间读出了他心里的秘密。众人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救出白瑞。倒霉的是威尔斯还回到了地球2办事儿。拉尔夫这边遇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厄尔，一个毫无底线的私家侦探，一个让他听到名字就想吐的死肥宅。拉尔夫回到实验室，一边咒骂着厄尔，身体一边变成了厄尔的模样。新技能 get， 拉尔夫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个人的模样，身体以及声音就会变成这个人的模样。这个技能就是拯救白瑞的最好办法，他要让自己变成典狱长就万事大吉。当然被典狱长打乱计划的还有迪沃，他没有计算到人口买卖这档子事儿，但这都不重要，他只要静静地看着白瑞表演，然后坐享渔翁之利。白瑞这边不得不拉拢其他几个转化人，如果被卖到黑市，谁也跑不了。白瑞利用午餐堵死了下水道，维修人员疏通的时候，白瑞偷走了对讲机上的电池，卸下床上的弹簧，搭配电池做出了简易的热水器，烧出了电池中的电解液，强酸直接腐烂了门锁。白瑞救出了所有人。贝基担心自己逃出去后，厄运会毁了整座城市，白瑞劝他离开，如果卖给黑市，摧毁的就不仅仅是城市了。利用电解液，众人爬进了下水道，只要远离特制监狱就能恢复超能力，到时候什么都好说了。除了典狱长和艾米奈特，还没有人知道白瑞就是闪电侠。几个转化人开始盘算起了出狱后的生活，外面的2拨人也没闲着。迪沃升级了轮椅，等待白瑞为他送上大餐。在此之前，他听到了玛丽兹的心声，眼前这个女人已经不是完全信任自己了。拉尔夫这边则变成了典狱长的模样，找到了艾米奈特的马仔谈交易。不正经的拉尔夫差点就露了馅儿。在乔的提醒下，拉尔夫开启了暴躁模式，虽然骗过了马仔，但拉尔夫的技能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。见到艾米奈特还是出了岔子，没说几句话就破了功，变回了原样。发现被骗之后，艾米奈特联系了典狱长。典狱长这头望着空空如也的牢房，昧着良心说一切正常。白瑞顺着下水道的流水声判断了方向，遇到了一个维修工，众人就准备杀人灭口。白瑞赶紧一手刀敲晕了他，保其性命，一路走到了老监狱，却卡在了老式门禁锁上。肯迪凭借多年程序员功底，只需要几分钟就能打开。这一路走来，白瑞发现贝基其实很善良，而贝基也相信白瑞没有杀人。另一边，拉尔夫任务失败后，玻璃心又碎了，他觉得自己总出幺蛾子。为了保证白瑞的安全，他不准备参与接下来的行动。凯瑟琳在事务所找到了拉尔夫，让冰霜杀手出来开导他。先来了一波硬的，发现不顶用，冰霜杀手只能坐下来耐心安慰拉尔夫，自己也是从一个大反派一步一步不懈努力的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听到大反派后，拉尔夫心里萌生了一个绝对能够救出白瑞的办法。另一边，迪肯破解了密码，众人出狱后立刻恢复了超能力。大家正要感谢白瑞的救命之恩，典狱长就带人杀了过来。为了挑拨离间，他告诉所有人，白瑞就是闪电侠。大伙儿都是被闪电侠抓进来的，自然是准备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典型的过河拆桥。贝基赶紧挡在了白瑞面前，在厄运面前，什么超能力都挠太套。非但没有碰到2个人，还把自己给揍晕了过去。贝基成功保护了白瑞，艾米奈特也赶过来进行交易，正要下手抓走所有人，厄运再次降临。就这样那样的，艾米奈特打死了所有友军，自己被烟雾弹熏晕，人都解决完了，迪沃也来了，经验宝宝都聚齐了，迪沃迎来了第2次重生，众人接连倒下，白瑞拼命冲过去救贝基，却被抑制了速度，5个人全部丧命。典狱长也难逃一劫，玛丽兹看着丈夫杀人如麻，心里难以接受。西斯科已经以最快的速度赶到，还是晚了一步。迪沃杀死了所有人，白瑞决定继续留在监狱，等待合法的救援，那样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。西斯科走后，白瑞跑回了监狱，默默地回到了小黑屋，记录了自己第20天的牢狱生活，仿佛自由对他来说已经遥不可及。法院重新开庭，塞西尔搬出了最有力的证据，大门打开，迪沃坐着轮椅缓缓赶来。这就是拉尔夫的绝招，模仿大反派。玛丽兹面对这种突发情况也没有办法，奥斯卡影后也演不了啊。有了拉尔夫的帮助，法院证实了白瑞的无辜，当天白瑞被无罪释放。现在庆祝还为时过早，
幕后黑手迪沃依旧逍遥法外。如果他的目的是杀死80-12人，占据他们的能力，那身为其中之一的拉尔夫早晚都会被杀害。而且现在迪沃已经集各种能力于一身，想要对付闪电侠轻而易举。另一边，玛丽兹意识到迪沃在慢慢的丧失人性，起初的计划是造福人类，现在却死了这么多无辜的人。他心里想的事儿，迪沃自然能听到，所以迪沃准备抹除他关于这些事儿的记忆。隔天，白瑞兴高采烈地去上班，结果迎来的却是一群异样的目光。白瑞被叫到了局长的办公室，舆论压力让辛格不得不妥协。典狱长的死，迪沃的复活，上级为了平复百姓的心情，决定让白瑞离开警局。辛格也只能听令办事，无能为力。这段时间，白瑞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对抗迪沃的计划里。80-12人已经抓住了8个，6个丧命，1个辐射男被关进了天眼会，另一个就是拉尔夫。不仅要保护拉尔夫，还要找到其他4个人。没人知道迪沃要这12种超能力是为了什么。拉尔夫凭借多年的侦探经验，找到了巴士上遗留的物品，一盘属于椅子的 CD 成为了关键线索。希斯科震波了 CD 的主人，此时正在酒吧驻唱。白瑞和拉尔夫一起赶了过去，留意椅子的人当天还有迪沃。此时的迪沃有种吃饱了撑的感觉，6个人的超能力根本不是贝基这副身躯能扛住的，必须尽快换身体。白瑞因为失去了警局的身份，只能说出一部分实情来得到伊兹的信任。从小到大都没有人照顾的伊兹根本不相信任何人，释放了声波后逃了出去。白瑞2个人被震到失聪，幸亏他们1个人有快速自愈，另一个人压根儿不会受到物理伤害。这会儿威尔斯刚刚回到地球1，在咖啡店偶遇了塞西尔。这段时间塞西尔根本没有好好睡过觉，每晚都能听见乔在做梦，就像是无止境的噪音。威尔斯打算帮他造一台脑电波抑制器，很快塞西尔就上门退货。这东西管用是管用，问题是接近5公斤重的大铁皮，戴上去就更睡不着了。最近威尔斯本来就经常受挫，买家退货彻底让他爆发了情绪，一边砸东西一边宣泄。塞西尔只能让他自己冷静冷静。这边的白瑞扫遍了全城都没有找到伊兹。拉尔夫查看了一下他的朋友圈，立马就找到了他的位置。这次拉上希斯科一起赶了过去，看见闪电侠都来了，伊兹才知道自己遇上麻烦了。此时的迪沃已经到场，迪沃弱小的身躯并没有给伊兹恐惧感，但他现在可是有6种超能力于一身，对抗闪电侠等人没有太大压力，仅仅动用了迪肯和贝基的能力就打趴了3个人。伊兹出于自保释放了声波，声波直接把迪沃打成了残废，也让他的身体快速恶化，情绪变得暴躁，和玛丽兹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。伊兹被带回来实验室，听说了所有事之后，他还是想离开。为了自己的音乐梦想，他当了2年半的练习生，他不想前功尽弃。白瑞拆下了面具，想让他信任自己，然而还是没用。拉尔夫追上去嘴遁，他们2个人都是80-12人，如果迪沃得逞，2个人早晚都得死。闪电侠小队给了拉尔夫希望，也让他有了朋友。拉尔夫想把这份友谊分享给伊兹，并且保证伙计们会保证他的安全。拉尔夫当靶子供伊兹练习，声波威力确实大，但伤不到拉尔夫一根汗毛，无非是肢体拉伸一下。时间一晃就是6个小时，伊兹的训练进度开始下滑，长时间打不动拉尔夫，让他失去了耐性。拉尔夫只能开始劝导他，但白瑞等不了了。如果没有进展的话，迪沃很快就会杀死伊兹。白瑞高强度的训练也确实有用，这把伊兹逼得太紧了。拉尔夫无时无刻陪伴着伊兹，白瑞担心伊兹没有进步是因为拉尔夫的感情影响了他。任何能对抗迪沃的办法，白瑞都不想放过，他不想再看着无辜的人死去了。同一时间，威尔斯登门找到了塞西尔，为自己发脾气的事道歉，顺便发明了神经缓冲器 2.0。 去了趟地球2，女儿也不爱理自己，同龄人还交不到朋友，威尔斯受到了巨大挫折。塞西尔一边读心一边当起了他的朋友。这个神经缓冲器如果加以改造，或许能变成对抗敌沃的武器。实验室这边，伊兹收拾行李准备离开，他受够了没有意义的训练。伊兹觉得自己能够单挑敌沃，不过拉尔夫的阻止，一声波敲晕了他，心里很愧疚。威尔斯回到实验室，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所有人。2极颠倒让缓冲器不再干扰佩戴者的大脑，而是干扰向外的大脑。威尔斯给这套设备起名为大脑抑制器。白瑞瞬间回忆起了萨维塔说过的话，大脑抑制器是他们用来对抗敌沃的武器。威尔斯可以为大脑抑制器添加防御功能，这样可以防止敌沃占据某人的身体。众人一下子信心爆棚，正想拉椅子直接干掉敌沃，拉尔夫传来了坏消息，椅子已经溜溜了。希斯科震波了小提琴，看到了椅子正在对峙敌沃，而且敌沃直接反弹了希斯科的震波。拉尔夫和白瑞必须赶去救援，凯瑟琳留下来照看希斯科，训练的程度不够，加上贝基的厄运，椅子还没出手就已经崩了琴弦。白瑞、拉尔夫及时赶到，看见拉尔夫过来救自己了，椅子瞬间有了底气。白瑞全速冲向敌沃，多米尼克的心灵感应刺痛了白瑞的大脑。拉尔夫想给敌沃带上大脑抑制器，但被缩小人狼丁的能力压得动弹不得。
迪沃比他们还娴熟地运用着超能力，但他没有料到椅子还在，大脑抑制器死死地扣在了迪沃的头上。只可惜科技产物全都得听从迪沃的代码。威尔斯虽然加入了防黑功能，但这远远不够。椅子被困在了迪沃的屏障里，直到屏障就连 Barry 都无法突破。拉尔夫猜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，让椅子看着自己的眼睛不要回头。很快椅子就成为了迪沃的新身体。拉尔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朋友变成了死人，这比自己死去还难过。威尔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，是他的大脑抑制器出现了意外。萨维塔只说过这个东西是对抗迪沃的，没说是打败迪沃的。威尔斯恨自己不够聪明，研发不出来逆转战局的设备。希斯科虽然没有参战，但他发现了迪沃每次传送时的秘密。每当迪沃传送时，会产生特殊的能量波动，就好像是把某个区域的时空进行了空间折叠。换句话说，就是3维空间变4维。他们之所以找不到迪沃的老巢，就是因为他的老巢根本不属于这个维度。拉尔夫这边一蹶不振，反复听着椅子的 CD。拜瑞过来劝导他，椅子的死虽然可惜，但如果不打败迪沃，还会牺牲更多的人。拉尔夫自然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他也给了拜瑞一份工作，在自己的侦探事务所当2把手。拉尔夫发誓自己一定会干掉迪沃。椅子倒下后，巴氏12人除了拉尔夫只剩4个人，迪沃距离成功越来越近。不久后，拜瑞体力透支地走回了实验室，看着已经爆炸的核弹，他无能为力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。